警局中无人敢惹的女人正在执勤。可突然，此时男人还不断叫嚣着：“有本事现在就来抓他！”暴脾气黑妹哪受得了这种挑衅？伴随着周围的惊呼，他还不忘潇洒补枪。可正在装屁的他没有注意到，旁边汽车中一个神秘人正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很快，泰迪被带回警局，面对搜查，他一脸淡然，完全没有普通人入狱前的慌张。接着，黑妹发现他身上还有着枪伤，显然这个男人并没有那么简单。面对黑妹的询问，泰迪傲娇地一直保持沉默。出于人道主义，黑妹还给他简单处理伤口。而一同返回的局长开始教育着摸鱼的员工。小肥特别受到局长关注，因为他长达2周都交不出一份收缴清单，只是一味的回答 I'm on it. I'm on it. Every fucking second of every goddamn day. 接着他趁众人不注意，偷偷潜入物证室，开始用道具替换毒品。显然这就是他物证清单交不上来的原因。与此同时，巡逻的州警发现一个被遗弃的警车，并且上面满是弹孔。就在跟警长汇报时，不远处一辆汽车很快冲了过来。The fuck? What the fuck? Copy 10 to 10. This is 50 over. 接着司机被控制起来，他们发现男人只是一个醉鬼。Some goddamn drunk almost run us down just now. Can we process him at your station? Fucking overtime my ass. 接到消息的警长找上了泰迪。We got an unmarked Crown Vic. That mean anything to you, Teddy? 泰迪没有正面回应，表示他回答前要先联系到自己的律师，奈何电话一直打不通，只能将他暂时关进监狱。可能碍于泰迪美色，黑妹还给安排了个单间。Get comfortable, Teddy. You're gonna be here a while. 不一会，醉汉也被押到了警局。警察搜遍全身，只发现一个小黑盒子，没找到任何证件，并且男人如何叫都无法叫醒，只能暂时将男人命名为无名氏。Yeah. Think he shit himself. 不巧的是，男人被关到了泰迪对面的监牢。入狱的男人站都无法站稳。当警察松开手铐之后，可警察都离去之后，泰迪却发现对面的醉汉一直跟随着自己的步伐走来走去。他立马察觉到不对，主动与男人攀谈了起来。当男人主动露出正脸，吓得泰迪直接开始大声呼救起来。而这个演技精湛的醉汉正是声名在外的线洛哥。不久前，泰迪遭遇追杀，他为了逃避杀手线洛哥故意袭击警察，想通过入狱保住性命。没想到线洛哥也通过同样手法进入。很快警察进来，可此时泰迪却突然变了画风，表示自己太饿了想吃东西，只因刚才线洛哥说出了一个地址，那正是他未过门的妻子和孩子的住址。You can save yourself, because you obviously can. 警察离去后，两人的和谈并不顺利。泰迪鱼死网破地表示，都在笼子里，你能奈我何？ You know how this goes. You can't do shit to me in here, pal. You know what? Actually, you can't do a fucking thing. Okay. It is what it is, Teddy. 可线洛哥却意味深长地指了指自己的手表。让两人没想到的是，外面的黑妹也没闲着。他发现泰迪居然入狱22次，但每次都是无罪释放，便找上警长汇报情况。警长却一直在找着伪造清单的老肥，并不想搭理他。此时监狱中，仙洛哥的室友酒醒了，他好心提醒对方该吃药了，却遭到对方质疑。Hangover's gonna be a fucking bitch, man. Get some aspirin to me too. Cool, dude. Thanks. You a fucking doctor? 面对醉汉的嘲讽，线洛哥不语。很快，随着他的闹铃响起，从他身上收缴的物证开始冒起白烟。What the fuck? Setting an alarm, a reminder to get your ass kicked. 不一会，监狱中的烟雾报警器响起，线洛哥开始了自己的猎杀时刻。很快，男人就口吐鲜血。泰迪知道对方要出手了。不一会，警长被吸引了过来。线洛哥表示是有突发癫痫，急需得到救治。警长丝毫没有防备地进入牢房，还将自己的后背留给了线洛哥。Hey, watch your back! Look out!
接着谢洛哥拿起手枪，对着泰迪就是一顿连射。此时谢洛哥已经走向了泰迪监狱，只见他将钥匙插进锁孔，可却没了下一步动作。原来是一直盯着两人的黑妹及时赶来。There's not a jury in Nevada that would blah, blah. 就在准备反击时，另外2个警员也赶了过来。意识到失去机会的他扔下手枪，自己把自己锁在了护栏上。黑妹将警长扶起，发现他的下巴脱臼，现场表演了个大复原术。而另外2名警员将伤员抬进了医务室。黑妹扶着警长也紧接着赶到，发现醉汉此时呼吸急促。只见黑妹转身拿出手术刀，当场来了个开喉插管，勉强挽救了醉汉性命。不得不说谢洛哥出手真狠。而此时内监里的小肥也接到电话，他趁着众人繁忙偷摸进入警局数据库，不料什么也没查到，反而被突然出现的同事吓了一大跳。他的反常引起同事的怀疑，还好他用好奇搪塞了过去，可他紧张的样子肯定不是那么简单。而黑妹再次来到警局准备突审2人，他要挟泰迪 Let's you and me talk man to man. Tell me, Teddy, to get into this station for a shot at killing you, why is he trying to kill you, Teddy? Or option 2, you can keep smart-assing me, and I'll put you and your pal in the same cell together. 接着他打开了谢洛哥的大门。 You still drunk? Sober as a judge. 无奈屈服，泰迪却告诉他：“你肯定不想知道这一切的。”可这却反而刺激了黑妹的好奇心。原来泰迪是个职业掮客，主要给企业家、国家政要等人提供服务。他告诉黑妹，不久前内华达州检察长遇刺就是他安排的，因为对方多次拒绝自己的收买，并且还录下2人谈话威胁自己。可没想到杀死检察长后，自己也受到威胁。这次刺激的弹跳起飞把泰迪吓得不轻，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他决定与联邦调查局合作。随着谢洛哥的一句话，泰迪遭受迫害的人设顿时崩塌。 Tell about the millions you siphoned off and stashed away somewhere. 黑妹显然不相信谢洛哥这个职业杀手，他接着询问那辆受子弹加持的汽车。原来2天前，2个警察将泰迪带出，准备交给 FBI， 可到了地方，他却发现对方居然是黑警。还好此时真正的 FBI 赶到。 他趁着双方持枪互射时溜上一辆汽车，顾不上漫天的子弹，直接跑路。听到这里，黑妹立马联系去拖醉汉汽车的同事，让他们绕路到地方去看看。接着黑妹告诉同事，在数据库中搜索谢洛哥的情况，不料同事却告诉他，小肥刚刚也查过数据库，这引起了黑妹的警惕。而此时州警也到达泰迪告知的地点，明明现场到处都是尸体，可女警员却告诉黑妹，现场并未发现什么异常，显然她也是其中一员。将现场清理完， 他直接开始告诉总部 We got a big fucking problem. 今晚的警局注定不会平静。就在前台同事按照黑妹吩咐梳理众多罪犯之时，一辆汽车驶进安静的警局大院，接着一个男人吹着口哨，拿着气球进入警局。他表示自己是来给小肥送气球贺礼的。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前台表示：“你比这个杀手长得还像杀手。”说着更是让他自己来看看。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夸自己，托尼决定给他点奖励。 Hold on there, buddy. Oh, I'd love to know what's going through your mind. 而这时急救人员赶来，托尼告诉2人，要救治的正是前台。趁2人展开救治时，一人一枪送他们上路。这时他发现一滴鲜血正中自己的照片眉心，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Buy yourself a lottery ticket today. 托尼刚安慰完自己，没想到刚刚的响动引来了另一名警员。说话间借着气球引住身形，抬手就是一枪。此时的他还不忘给警员科普 Beware the unusual element. 而黑妹也在此时赶到，迎接他的却是托尼的一顿连射。他的小左轮哪是对手，只得快速冲向监狱，转身宿舍为自己争取到了时间。接着击坏门锁，将玻璃门锁上，用甩棍卡住防弹门，开始修改密码。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意识到不对，还好后面的防弹玻璃比较坚挺，在托尼3发弹夹的连射下，还是坚持到黑妹将密码修改完成。可在这时，托尼一脚将玻璃踹碎，正准备解决黑妹之时，却发现子弹已被清空。黑妹借机反击，顺利躲进了监狱。不幸的是，
他自己却被反弹的子弹射中，于是他开始利用无线电呼救。 This is Young. I'm trapped down here in holding with 2 detainees. Be aware, we have an armed assailant on site. 可黑妹不知道的是，他的呼救注定得不到回答，因为在托尼进来之时，小肥已经配合地将警长清理，就连那个被抢救一半的醉汉也没放过。他利用工具将一旁的急救箱取下，在他敷药之时，托尼先给自己戴了副隐形眼镜，接着推开玻璃门，不死心地对着防弹门一番突突，结果差点误伤自己，只得开始了劝降。Miss Law and Order. How about you open this door? 转头却发现泰迪和陷洛哥居然在里面。此时的陷洛哥非常生气，小托尼居然敢跑来抢我生意，当心我带着你的狗头前去领奖。可此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陷洛哥的威胁注定起不到作用，反而被托尼的简化侮辱。为了缓解尴尬，他还给泰迪科普了一下，杀手从来都是分2种的，一种是他这种专业的，另一种就是这种神经病类型。 That is a psychopath. 无奈的黑妹继续呼救。 At the Gun Creek City Police Headquarters. Copy. Officer in dire medical need. Over. 就在他略微崩溃之时，外面却传出小肥的声音。他告诉黑妹，杀手已经跑路了，只有他一个幸存者，让他告诉自己密码。但此时的黑妹却察觉到一丝不对，质问小肥为何对指纹数据库这么感兴趣。 Son of a bitch, murdered every last man. Didn't you hear my call out earlier? Why were you interested in those IOFA scans? I just had a really bad feeling about that guy. Where'd you get the name Vidic? 小肥没想到这个名字出卖了自己，因为除了黑妹，警局没人知道陷洛哥的名字。小肥此时不再隐藏，他告诉黑妹，只要把他俩交出去，他们才会安全。可黑妹坚决不同意，这让小肥十分生气离去。就在这时，泰迪和陷洛哥都开始想要黑妹将钥匙交给自己。相对两人来说，黑妹更倾向于泰迪。Just let me blow Moretto's head off when I had the chance. Look at me, Young. Don't close your eyes. Throw me the keys. Who would you rather have fighting for your life right now, Val? Because I'm the bad guy. 在他犹豫之时，墙体突然开始震动，原来是小肥在外面抡大锤。眼看正门进不去的二人，从建筑图上选好位置准备破墙而入，可墙上只砸出一个小豁口，没几下小肥就喘得不行，要求和托尼换着来。 Trade off. Oh, come on, man. I already killed 4 people tonight. I killed my fucking sergeant tonight. Well, but I'm in the murder business, so that just makes me a laborer. 这样的回答让他无话可说。 Don't you want to look like Thor? Of course you do. So carry on, my Norseman. Come on, Thor! I didn't want to see you bleed out, and I... Throw me the fucking keys. 此时给黑妹的时间不多了，他最终还是将钥匙给了泰迪，并给对方交代了急救包位置。为了怕泰迪逃跑，陷洛哥告诉他：“你的家人已经死了，而凶手正是外面的托尼。” Are Teddy's family all wrapped away, safe and sound? I'm sorry, Teddy. Did you know my family was dead, Vidic? You doomed them a long time ago. Did you kill my family, Bob? Lamb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it? In a runoff slough near Lake Mead. Yeah, I was in. 之间出来的泰迪脱下大衣，解开头发，朝两人杀去。而此时出外勤的2名警员恰巧返回，看着满地的弹夹，正在奇怪出了什么事情。突然出现的砸墙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已经半夜了，显然不是施工人员。进来发现居然是小飞，而旁边还有一个人，还没来得及搞清状况。You're back. Why are you back? Why is he have a... 小肥此时还想救下腿部中弹的同事，却被托尼威胁着要他除掉此人。So if you plan to be more humane, now is the fucking time. 就在小肥准备动手之时，门却被推开，泰迪一枪将警员解决，开始与托尼对射。没有防备的托尼此时只得逃跑，连冲锋枪都遗落在地上。捡起枪的泰迪一路追进了洗漱间。托尼狡猾地关闭灯光，
接着打开花洒制造噪音，还不停地嘲讽着泰迪。急躁的泰迪冲着黑暗中胡乱开枪。就在两人互相追杀之时，托尼一枪击中一个身影。等走近后，却发现居然是小飞。就在这时，陷洛哥从背后冲出，抡着托尼就朝柜子撞去。接着又是一通抱摔，将托尼堵在角落。倒地的他还想利用匕首偷袭，反应机敏的陷洛哥直接用手掌抓住了匕首，接着硬生生将匕首折过去，扎进托尼的喉咙。就在这时，泰迪也杀了过来。好心的陷洛哥本想跟他就此和解，不料泰迪不讲武德，直接向陷洛哥开枪。Then you and I are going to resume. 接着将托尼解决。处理完一切，他准备将警局烧毁跑路，拿起打开的汽油桶一路撒着。接着开枪将汽油桶点燃，以为处理完一切的他还吃起了夜宵。可就在这时，他注意到旁边使用过的急救包。Not bad, is it? 扭头看去，正是得到救治的黑妹。原来看着泰迪久久未曾返回，陷洛哥知道自己机会来了。他告诉黑妹，泰迪去了这么久没有回来，肯定不会回来救你了。我现在是你唯一的机会。为了活命，黑妹最终妥协了。出来的陷洛哥先是趁机抢走了小肥配枪，对着他就是3枪，然后还不忘让他感受电击的滋味。就这样，可怜的小肥成为他的诱饵，解决掉了前来抢单的托尼，而黑妹也是被他成功救治的。不愿就此屈服的泰迪率先出手。接着两人一番互射，泰迪更是闯进武器库补充弹药。追上来的黑妹只有一把左轮，一会儿便没有了子弹，只能被泰迪压着打。接着他砸碎玻璃闯进局长办公室，很快在抽屉中找到了一把手枪，开始反击。边打边跑的泰迪此时却被堵在了断头路。黑妹一枪击中，翻下楼去。接着两人又是一番激战，可黑妹很快再次清空了弹夹，无奈只能扔下一颗震爆弹，两人都被震飞出去。就在这时，倒下的黑妹突然在桌子下面发现一颗子弹。Never more than a day ahead of the devil, Teddy. Can't run from this. 对着逃跑的泰迪就是一枪。在他要解决泰迪之时，随着一声枪响，黑妹却飞了出去。来者正是之前的周警员。黑妹以为这次自己必死无疑，不料女警长却抄袭自己的动作，而来者正是金刚不坏之身的陷洛哥。他捡起地上的喷子，目标任务完成，某团快运，使命必达。完成任务的他驾车离开，恰巧此时救援车也赶到，而救护车上的黑妹听到对讲机中的通报，自己拔下氧气瓶，紧接着救援车突然刹停，只见原地留下2名懵逼的救护人员。原来黑妹朝着陷洛哥追去。影片到此结束。相对来说，
作为陷落系列之一，除了话多全程无尿点，节奏控制可以，导演水平不错。不过网友6.1的评分确实真实，女主抢了大部分风头，后半部分戏码给了疯子杀手。可怜我们的陷落哥，本来竟能率领300斯巴达勇士横扫波斯，退能化身的表最强特工守护总统，本剧硬生生让退到了悬崖下，变身杀手保护一个小小警察局。不过最后冲锋枪正面扫射都没事，可能是还没从斯巴达出戏。6.1的评分可惜了陷落哥。